深秋的路上总是会多了一丝荒凉。蓝忘机与魏无羡行走在一条小道，左边是山脉，右边是河，凉风微微地卷起两人的发丝，随着天色暮黑，凉意也渐甚。魏无羡开开心心地在蓝忘机身前一蹦一跳，时而往前，时而退后，嘴里道：“蓝湛，难得叔父这次肯放你出来这么久，不如我们再多玩些时间呗。”蓝忘机一手拿剑，一手背在身后，眼睛一直跟着魏无羡的晃动而晃动，柔声道：“好，接下来去哪儿？”魏无羡想了想，走到哪儿算哪儿吧，这条路倒不像是经常有人走，也不知道前面有没有村镇可以歇脚，不如我们先去看看吧。魏无羡拉住蓝忘机的胳膊，蓝忘机顺势搂住他，两人瞬间靠近，在这凉意中多出一丝温暖，渐冷的小道似乎也变得温和了不少。踏着步子往前，不久便见到了几家稀稀疏疏的房屋。房屋外的田地已然是许久无人打理的模样，伴着些许枯黄的草叶在田间随风摇晃。两人走近，房屋皆是久无人居住。魏无羡围着四周看了看，我看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的，怎么都没人住在这？蓝湛，我看我们今晚又得露宿野外了。两人若是肯遇见，那定是能找到城镇居住的。不过此地虽是没人居住，好歹房子看起来还能供人落个脚。魏无羡又紧接着道：“我看这房子挺好的，蓝湛，我们今晚就在此歇下吧。”好。魏无羡选了一间较僻静的一家，两人推开灰沉沉的门，一股浓重的霉味随之传来，深吐了几口气，手在面前拍了拍落下的灰尘。蓝湛，我看我们本想说还是重新找地方的，却突然瞧见脚底有一块头颅骨，看起来这人死去至少也有个20来年了。退后一步往房里看，隐约能看见一架人骨趴在案桌上，地上稀稀碎碎的落着些零件，想必这人死后无人收尸，被什么山精野兽给吃干净了吧。蓝忘机自然也看见了，拍了拍魏无羡身上的灰尘，听魏无羡道：“蓝湛，不知这是何人，死后竟无人敛尸立碑，还真是。”魏无羡也不知是在为这人哀悼，还是自己想起了什么，神情稍微显得有些酸涩。蓝忘机道：“那我们便为他敛尸立碑吧。”魏无羡点了点头，看着案桌上的衣物应是他生前所穿，将地上零碎的身骨捡起来，用衣物包好，嘴里念道：“这位兄台多有打扰，明日我们便让你入土为安，只是不知你姓实名谁，无名之辈还望不要嫌弃啊。”此地察觉不出有任何灵魂邪祟，那便意味着这人早就不在此处了，许是转世投胎了，亦或是临时消散于世了。无论是什么，这段话反正他是听不见了。两人将包好的尸骨搁置一旁，随着桌案而坐，桌子上的纸屑凌乱，想必是被啃食这具尸体的山精野怪给一并撕碎的。魏无羡感叹道：“我瞧着这人衣着不凡，写的字倒也好看，不像是普通的凡人。”蓝忘机此时却从地上捡起一个信封，里面装的极厚，信面上赫然写着夷陵老祖4个大字。魏无羡眼睛看过来，夷陵老祖，这人不会是跟我有仇吧？说起来，我不记得以前来过此地啊。说着将信封拿到手里，准备打开。不可私看他人信件。魏无羡停手，看着蓝忘机道：“哎，蓝湛，他都已经死了，而且信封上写的我的名字，说不定就是想寄给我的，也说不定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呢。若是不看，岂不让他此生都留遗憾？”这么说倒也有道理。魏无羡趁着蓝忘机犹豫时，一把将信里的纸张给掏出来，果然是极厚，若是订成册，都能赶上平日里看的话本了。信纸微微有些泛黄，可好在字迹干净清晰，开头便写着：“不夜天杀戮已过，我也即将不存于世。这修真界人人艳羡，可此时的我却仿若身处地狱。夷陵老祖重伤，也不知他是否能撑过这一劫。我虽为他所伤，可一切皆是自食其果罢了。”魏无羡微微皱眉，这人显然参与了当年不夜天一战，也是被自己所伤，可为何这话里话间却好像并未怨怒责怪他？蓝湛，这个人我们说不定认识。蓝忘机道：“不夜天。”魏无羡靠在蓝忘机的身上：“蓝湛，一切都过去了，我也回来了。”两人拿着信件紧紧相拥，既然已经看了开始，自然是要看到结束的。眼睛往信上接着看，果真这人所写的内容皆是与魏无羡有关。信上写着：“
第一次见到夷陵老祖是在云深不知处的来世。我随着家兄到云深不知处求学，第一堂课上我便见到了他。那时他不过是与我一般大的学生而已，名唤魏婴，字唤无限。因着性子跳脱，被蓝老先生课上提问刁难，可他答得极好，每一道问题都答得极好。可后来蓝老先生问了一个很刁钻的问题，他说他知道答案，不过他有疑。如今我只记得他说，灵气也是气，怨气也是气，灵气能为人所用，怨气又为何不能？我因是家中庶出，家母乃普通凡人，自幼便是修行缓慢，远远落后于家兄。虽得父亲宠爱，却终究是无人相伴，且时常遭人讥笑，生出自卑。那时我便想，若是怨气也能使用，那我修行是不是会简单许多？终是多想了，魏无羡被蓝老先生赶出了课室。父亲从小便教导我们不得贪图捷径，沉稳修炼剑道。这怨气的说法，又如何能得众人所应？之后的每一堂课，我都会不自禁地看向他，他总是花样百出地捉弄蓝老先生，而蓝忘机便会与他无形相斗。说来也是奇怪，一向沉稳不乱的蓝忘机，竟总是被他气得瞪大眼睛。后来我想明白了，优秀的人总是互相吸引罢了。魏无羡被罚了，课上没有他的捣乱，似乎安静了不少。时而家兄与他们玩乐回来，便会与我说魏无羡是如何有趣的人，可我无法融入他们，也无法鼓足勇气的去与他们交谈。他第一次与我说话是在楚水醉回来后，路过时对着我问道：“哎，田兄，与我们一同喝酒不？”云深不知处敬酒，可我真的很想与他们一同饮酒。我低着头不应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：“那便下次再喝。”我错过了，但我并不觉得可惜，至少这个云深不知处还有人记得我的姓氏。日子一天一天的过，蓝老先生所讲的内容我全都听了，却也没学会多少。那一日完课后，所有人都津津乐道，蓝老先生的课题难得有趣，可魏无羡却与金子轩打起来了。我知道云深不知处禁止私斗，我也想上前劝住他，可也不过是突然，魏无羡被江宗主接走了，云深不知处好像突然变冷了。后来我经常看见蓝忘机站在藏书阁外的玉兰树下发呆，传说他们水火不容，或许蓝忘机也有那么一刻在想念魏无羡吧。我的生活依旧是如此，不出所料的得了乙等，这一趟求学还是有些许遗憾吧。魏无羡那样爱好交友，我却没有成为其中之一。罢了，像他那样优秀的人，知己也只可能是蓝忘机那样同等优秀的人吧。在见到魏无羡时，是在温氏举行的百家清谈会上，百家千人，我却一眼便看到了他。他与蓝忘机身着红衣，一前一后，手里扯着蓝忘机的墨额。我记得蓝家人的墨额是不能轻易扯下的，那一瞬间，我竟觉得他们极为相配，只是可惜他们皆是男子。我本就不出众，早早的便被淘汰了。听闻家中母亲重病，提前退场。母亲还是离世了。这个世界上真心待我之人又少了一个，或许我本该平凡，也只能平凡。温家越来越嚣张跋扈了，听闻他们烧了云深不知处，还命百家嫡系子弟前往听教。这一去定是凶多吉少。我提议代替家兄前往，可父亲说手心手背皆是肉，何谈替代了谁？况且温氏点名要嫡系，谁敢违抗？那一瞬间，我隐隐觉得有些看不懂父亲了。百家皆去，为何不敢违抗？那段时间，全家都沉浸在担惊受怕中。嫡母每日求香拜佛，祈求家兄能平安归来。我始终坚信他们可以回来的。家兄是魏无羡与蓝忘机亦是。果然，家兄回来了。他佩剑丢失，浑身狼狈不堪地回来了。父亲问他发生了何事，他只说温朝将所有人落在妖兽洞里，自生自灭，是蓝忘机与魏无羡救了他们。父亲紧紧地抱着家兄，说回来了就好，回来了就好，却对救命之恩只字未提。家兄祈求父亲派人救助蓝忘机与魏无羡，父亲却恍若未闻，命人安置好了家兄，一切
就当从未发生。那一晚，我第一次质问了父亲。我问他为何要教导我们为人正直、知恩图报，应当坚守心中的道。如今恩情显著，却当而不闻，为何不派人救助？父亲好像眼眶红了，他违背了心中的道义，也失去了我对他的尊崇，可他始终没有同意。而我带着我仅有的2名亲信，连夜出了门。我知道我什么都做不了，我无法去救他们，我没有能力，可我必须得做点什么。那一刻，我仿佛看见魏无羡笑着问我：“田兄，一起喝酒吗？”那样清澈的眼睛不应消散于世。寻了10日，才找到了家兄说的山洞，可这里已经没有人了，想必他们早已经被人救走。而我那一刻才明白，我早知道我什么也做不了，可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来了。我想救的究竟是他们，还是自己心中即将倒塌的道义与信念？我想回去问父亲，他究竟为何丢了自己的道。回到家后，父亲第一次打了我，他问我知不知道江家已经被灭门了，他问我是不是也想给家里带来灭门之灾，他问我究竟想怎么样。江家被灭门了，灭门了。我捂着被父亲打肿的脸，眼睛忍不住的酸涩。我没有问父亲为何失了道，因为我已经得到了答案，温氏便是权力的道，而父亲已经顺从了温氏的道。我不知道魏无羡是否还活着，那个爱笑爱闹却又优秀无比的少年，以一己之力拯救仙门百家之后的少年是否还活着。日子更是难过了，我记忆中的父亲完全消失了，他甚至准备了大量家当要去献给温若寒以求庇护，这一切都在与他教导我们的截然相反，多么的令人讽刺。我或许即将沉沦，母亲说过，如果世界黑了，你点着光便是与世界格格不入。直到我等来了聂明觉，他要反抗温氏，而他就像是黑夜里的明火，指引了我前进的方向。父亲终究是没有被他说服，我与家兄一同随他去了。临走时，我看了一眼父亲，这一生恐难以再见了吧。我早知道射日之争不易，也早已经做好了死去的觉悟，可当我听闻魏无羡归来时，依旧是欣喜不已。所有人都说他可怕，可他不过是个与我一般大的人。前不久我们还一同听学，他哪里可怕了？直到射日之争的第2年，我才见到了他。他一身宽大的黑衣，披散的头发，红彤彤的双眼指令着死尸鬼魅，整个人阴沉至极。我愣住了，我所坚持的道义在这场战争中显得如此渺小。温氏的剑刺到了眼前，我无力抵抗，脑海里划过我这短暂的一生。恍惚间，我好像看见那个肆意的少年在问我：“田兄，一起喝酒吗？”如果还有机会，我想我肯定会应，那他或许就能成为我这一生中第一个朋友。是一个死尸截住了我眼前的剑，我瞬间清醒反击，随即魏无羡落在了我眼前。他看着我挑眉道：“刀剑无眼，可要当心了。”他眼睛里没有光，红彤彤的极为瘆人。可当他看向我的这一刻，我才发现，他还是他，灵气怨气又有何关系？他心中的道从未变过。我心中明朗，举剑与他的死尸一同抗敌。我似乎觉得此生从未如此痛快过。我在为我心中的信念而战，我在为以后的和平而战，我在与魏无羡并肩而战。也只有那一次，射日之争结束后，我都没有再见过他，只是偶尔听说他的事迹。人们对他的惧怕日渐加深，甚至家兄提起他也频频摇头。我不懂，若没有他，射日之争根本无法取胜。如今倒是惧怕他了，他不过是与我一般大的人啊，哪里可怕了？一切都结束了，我与家兄回到了田家，父亲似乎老了不少，见到我们很是开心。我们与父亲吃了家宴，可我心里再也无法把他当成信仰了。我又恢复了从前的日子，不同的是，他们平日里讨论的话题，由从前的温氏变成了如今的魏无羡。魏无羡似乎变成了从前的温氏。听说他与温氏余孽一起占山为王，扬言与百家为敌，我不禁想起那日战场上他救下我的画面。他眼里
已经没有光了呀。他拿着剑时满眼都是骄傲，一双清澈的眼睛似乎都会说话。他怎么可能如你们所言，沦为邪魔外道？他明明使用鬼道时，眼睛里一点光都没有呀。我曾经以为没有了温室，一切都会变好，可我如今才是明白，有没有温室，结果都是一样，是人心如此罢了。我每日将自己锁在家中，试图不去参与这所有的一切，以为这样便会相安无事。可最终父亲还是彻底的让我失望了，他竟要去讨伐夷陵老祖，他要去讨伐魏无羡。夷陵老祖是谁？是那个笑着问我要不要一起喝酒的魏无羡，还是那个红着眼让我当心战斗的魏无羡？我试图阻止父亲，可父亲说我疯了，说我被夷陵老祖勾了魂魄。连家兄也劝慰，他说魏无羡已经变了，如今是不杀不行了。我随着他们来到了不夜天，他们声声叫嚣着杀死夷陵老祖，杀死魏无羡。魏无羡一人站于高处，笑声响彻整个不夜天。我看不清他的脸，可我却感觉他好绝望。他的笑声让父亲害怕，可却让我好难过。什么是道，什么是义？父亲与兄长举剑战斗，可我却不愿再反抗了。母亲说得对，如果世界黑了，那魏无羡点着灯便显得格格不入了。我眼看着魏无羡闯进战场，身无防身之物，人与邪祟乱作一团。我想举剑去帮他，可这一身3分力终究是太弱了。我眼看着许多剑刺向他，他已经满身是伤了，但好在蓝忘机一直护着他。看吧，人人皆赞的寒光君蓝忘机也护着他呢。究竟是世人错了，还是他们错了？我丢了手中的剑，这个无能的自己早就不该存在于世了。也不知道是谁的剑刺穿了我。也好，活在这个污浊的修真界真的太累了。当我醒来时，整个不夜天尸横遍地。我看着父亲的尸体倒在我的旁边，内心竟然没有一丝波澜，不禁讽刺自己，原来我也逐渐熄灭了心中的灯。遇着剑一路往前，伤口因牵扯血流不止，反正这短短的一生都会死去，何不趁自己还没有投身黑暗前就此离去？我姓田，名觉，字不安。此地因战乱，百姓皆去，暂歇于此。我曾入世，望后世皆知，以此为证。绝笔。信看到此处已经结束了，魏无羡眉头微锁，久久不知如何言语。这个人他想起来了，曾经在云深不知处确实一起听学过。他将自己写得如此渺小，却又如此高大，终其一生不过是想维持自己心中的正义，却被现实一次又一次的将心中的堡垒打碎。或许魏无羡的结局让他倍感荒凉，再也无法坚持自己，最终绝望的自毁离世，甚至连灵石都不愿残存于这世间。魏无羡又何尝不是？他追寻心中的道义，恪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终究是败给了现实。所有想守护的人都离他而去，以致最后绝望离世，什么都没留下。不过幸好魏无羡回来了，而蓝忘机又何尝没有在信中读到共鸣？他信魏无羡，他想护卫无羡，可即便他是蓝氏的二公子，他是寒光俊，又与这信中人有什么区别？当时的他又何尝不是如此渺小？信中人的道义崩塌了，而他也终究是没有守住魏无羡。不过幸好他等到魏无羡了，或许这便是他们与信中人的不同。如今的生活无关于真相大白、沉冤得雪，而是从始至终他们都遵循着心中的道义罢了。魏无羡缓缓转身，正面抱住蓝忘机。如今两人已然没有被过去所困，却是心中感慨，这世间究竟有多少清白被染着，只怕是难以数计了吧。魏无羡道：蓝湛，我还欠田兄一顿酒，不如明日我们回去买2坛天子笑，如何？蓝忘机搂着魏无羡，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脸，眼中温柔至极。好，我去买。魏无羡环抱着蓝忘机的脖子，嘴角微微笑道：蓝湛，我很幸运，幸运能够归世，幸运遇见你，幸运得你相护。而蓝忘机温柔地抚摸魏无羡的脸，柔声道：幸运的是我，幸运的一直是我。
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